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你有用过 NVIDIA 的 Quadro 绘图卡吗？而现在这个 Quadro 系列则是改名叫做的 NVIDIA RTX， 但同样还是专业定位的绘图卡。而这些绘图卡跟大家常见的 RTX 30或是40系列这些偏向消费者的显卡相比，绘图卡到底强在哪里？这期节目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带大家来看这些规格看似很普通，但是渲染算图就是比游戏卡更快的绘图卡，在不同的软体中到底会差多少？该怎么选择呢？此外，无论是轻薄笔电、游戏笔电，还是创作者笔电，各种偏向消费者定位的机种，我们都已经测很多了，但还是缺了一块拼图，那就是商用机种。虽然相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商用机种的关注度相对不高，但是如果你看看规格，商用机种的规格只能说是非常豪华啊，像是明明已经有了脸部辨识，结果还是给了指纹辨识，萤幕不仅是 2K， 还有120Hz， 翻转触控也都有。豪华的地方是，你能在哪一台一般的消费级笔电上看到，直接给了4条 SODIMM 插槽，最高可以插满 128GB 的 RAM， 把记忆体当成储存空间来用，就是舒服啊。好啦，今天就搭着 ASUS 在去年年底正式推出的 ExpertBook B6 Flip 这台机器，带大家来一窥绘图卡和商用机的神秘面纱吧。我们这次测试的是 ASUS 在去年年底推出的 ExpertBook B6 Flip 这台主打专业效能的商业机种。这边稍微提一下，商业机的更新频率是比较低的，并且为了验证硬体稳定性，通常也不会抢着跟上最新的硬体，毕竟稳定可靠才是这些机器的使命嘛。所以通常都是到最后才会更新的产品系列。也因为思路的不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究竟商业的设计跟一般的机种有哪些不同。那我们就开始喽。首先看到外观就有很大的不同，像是这台的定位是行动工作站嘛，所以整个外观设计是非常简约耐用的样子，并且每一面你去按压、转动转轴都是实打实的触感，不会有松垮垮的感觉。第一眼就能看到整个机器的选择方案就是使用取向，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看到 I/O 接孔 ，B6 Flip 几乎是你需要的接孔都给了。左侧提供了一个放在最左的电源接孔，放在这个位置可以尽可能不影响操作。接着是一个 USB-A， 一个 HDMI 2.0B， 一个 2.5GB 的 RJ45 网络接孔，还有2个 Thunderbolt 4的 USB-C 接孔，2个接孔都可以用来输出画面和 PD 充电。不过经过实测，65瓦的 PD 是推不动的，实测100瓦才能成功充电。接着是一个 3.5mm 音讯接孔，还有一整排的指示灯。右边就比较精彩了，提供了包括工作站常用的防盗锁、整合指纹辨识的电源按键。你会看到除了电源 ，B6 Flip 在侧边也有实体音量键。会放在侧边是因为 B6 Flip 是可以翻转当成触控萤幕使用的，所以放在这个位置，无论你是笔电模式还是平板模式，都可以轻易的按到按钮。接着还有一个 USB-A， 一个 Mini DP， 还有一个在笔电上很少见的智慧型读卡机。接孔上也是该有的都有了，包括 Mini DP、HDMI、TP4 都有给，所以要外接3萤幕输出的话也没有问题。真的要说，可能就是还能塞个 SD 读卡机吧。但是 B6 Flip 的用户 SD 卡的使用频率应该没有到这么高，所以还好。此外 ，B6 Flip 在耐用性上同样是有通过 MIL STD810H 美军军规测试的，并且在 C 面的键盘有做防泼水的处理，降低憾事发生的机会。转轴开合的耐用性也从2万次拉高了1.5倍，达到3万次。常常插拔的接孔也有强化设计，耐用性从2000次拉到了5000次。而身为商用机种 ，B6 Flip 也通过了 ISV 认证。简单来说，这个认证主要就是测试不同的专业软体在电脑上是否可以稳定运作，其中包括了大家比较熟悉的 Adobe、Autodesk、Corel、SolidWorks 这些专业领域常用的软体。而在重量上 ，B6 Flip 单机落在 2.7 公斤左右，加上240瓦的原厂充电器后，达到 3.4 公斤，算是行动工作站定位正常区间。上盖同样可以单手开合，底部也有比较厚的胶条垫高，帮散热留出空间。接着看到 B 面的萤幕，同样是实用性和耐用性点满。虽然不是极窄边框的设计，但在工作站系列中也算是窄边框的定位了。并且相对的，如果不小心撞到侧边，也比较不容易直接伤到显示器。
不过萤幕给的很不错，是一块达到 2.5K 解析度的 LCD 显示器，并且拥有120Hz 的萤幕更新率。重点是显示效果也都达标哦，在色域覆盖上达到100% sRGB、88%的 Adobe RGB 以及100%的 D4IP3， 创作非常够用。重点是色准，实测平均 Delta E 居然达到 0.94， 这个数值小于2已经很好了，小于1就是非常优秀的意思。亮度也很可以哦，全白画面可以达到500尼特的最大亮度，可以轻松的应付各种使用场景，尤其是创作使用，500尼特的亮度也提供足够的弹性。整体来说，这块萤幕完全没有马虎啊，同时这片萤幕也支援了 HDR， 比例也是我们这几年比较推荐的16:10，拿来浏览网页创作都会比16:9更舒服一点。比较特别的是，虽然是效能机种，但 ASUS 还是帮 B6 Flip 加上了翻转和触控的设计，所以如果要跟客户 demo 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起来展示，顺便展示一下二头，或是直接让客户用手指在萤幕上操作等等，算是把通用性给足。顶部也有一组视讯镜头，并且有实体镜头盖，关起来可以物理性的保护个人隐私。此外，这组镜头也支援了 Windows Hello 脸部辨识，经过实测，低光下也可以成功解锁。而在音效体验上 ，B6 Flip 的喇叭经过 Harman Kardon 调教，并且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毕竟有着天生体积优势，可以运用的空间更多，低频也就更饱满。我们也实测最大音量大约落在86分贝左右。最后看到 C 面，采用的是雾面磨砂的表面处理，非常不容易沾上指纹，容易清洁，干净利落。上排的快捷键按钮给好给满，基本的功能就不多提，只说重点。F9 可以快速锁定画面，有敏感资料或是老板经过的时候可以及时锁定。F10 可以关闭相机权限。F11 可以快速开启剪取工具，并且 Windows 11的剪取工具好用许多，你可以选择自由选取、全萤幕，或是只截取单一视窗等等。键盘部分同样有大家喜欢的独立数字键，可惜的是方向键不是全尺寸。敲击手感就是大家熟悉的华硕薄膜偏 Q， 键程达到了 1.5mm， 键程不算长，但是回馈感是够的。以下也提供一段收音让大家参考啦。最后是触控板，有加大的设计，面积很够，在触感上滑顺度普通，但触发还算利落。接着，邦尼就直接进入今天真正的重点——效能测试。我们手上的 ExpertBook B6 Flip 在 CPU 部分搭载的是直到目前为止表现都很好的第12代 Intel Core 处理器 i9-12950HX， 并且是 V Pro 的版本。这颗处理器之前有在 ROG Strix Scar 17 SE 上面看过了，不过 B6 Flip 用的版本支援 V Pro， 都是12代最顶的笔电端处理器，采用的是 P Core 加 E Core 的大小核设计。严格来说，应该是效能核心搭配效率核心的设计，因为这个12代的 E Core 也很强，完全不是小核啊。此外 ，i9-12950HX 跟一般 H45 版本的 i9-12900H 最大的差异落在了 i9-12950HX 采用的是8个 P Core 加8个 E Core， 相当起 i9-12900H 的6P 加8E 多了2个 P Core， 组成16核24直营区的架构，快取也进一步拉到了30 MB。并且也支援了 Intel Thread Direct 技术，系统会根据使用场景自动分配效能和效率核心的调度。像是玩家们最熟知的场景，就是边游戏直播，系统就会让 P Core 负责游戏 ，E Core 负责处理直播，让两者的效能不会互相占用，完整发挥所有的效能。而在显卡上，就是今天的另外一个重点啦。ExpertBook B6 Flip 搭载的是 NVIDIA 专业系列的 Quadro 绘图卡 RTX A2000 8GB 笔电版。在规格上采用的是 GA107 的核心，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啊？没错 ，RTX A2000 Laptop 实际上还有一张大家熟悉的兄弟卡，就是 RTX 3050 Ti Laptop。对比一下两张的规格，除了 CUDA 数量同样都是2560个以外，包括 RT 核心、Tensor 核心也都完全一样。比较大的差别是 RTX A2000 Laptop 作为一张绘图卡 ，VRAM 就从4GB 的 GDDR6 拉到了8GB。不过整体的规格还是看起来相对普通，对吧？这就要说 Quadro 系列的超能力了，就是各家专业软体对 Quadro 1对1的专属最佳化，
以及 NVIDIA 在驱动上的最佳化。说这些好像有点虚幻哦，我们直接跑测试对比最准。先来测比较没有那么专业的 Premiere Pro， 采用是总长10分钟的 4K 原片，并且经过简单的调色及混音，最后进行 4K 输出。可以看到，这个测试项目主要就是吃 GPU 加速 ，RTX A2000 对比 RTX 3050 Ti 大概快了12%。我们进一步把测试强度拉大，内容包括全 4K 素材剪辑，以及非常重度的 AE 动画、调色、混音以及多轨剪辑也会来得更加复杂。在这个测试项目中，同样比较吃 GPU 加速 ，RTX A2000 花了24分38秒完成输出，而3050 Ti 这边只是花了37分27秒才输出完成。凭借着更大的 VRAM 和专属的驱动，就快了35%。这个成绩甚至只跟满血版的 RTX 3080差了3分钟左右。到这边大家应该有一点感觉了。我们继续测业内大家比较常用的几个专业软体。首先是 Autodesk 推出的 3ds Max 建模软体 ，RTX A2000 Laptop 相比3050 Ti Laptop 提升到了29%。接着是 Creo， 提升同样来到了28%。甚至超越了规格好很多的 RTX 30 Laptop 15%，而这些比较通用的专业软体，多少还是会针对 GeForce 系列最佳化。如果再更进阶一点，像是在 Energy 当中 ，RTX A2000 的提升更是超越翻倍，达到了2.23倍，也比 RTX 3070高了55%。在 Medical 当中，除了比 RTX 3050 Ti 翻了快1倍，超越3070 20%。更是比最新登场的 RTX 4070还高了一点。Katia 也是一样的结果，表现比 RTX 4070 Laptop 还好。如果再更进阶一点，有一些软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针对 GeForce 最佳化，像是 Siemens 推出的 NX， 不是 Quadro 真的不行。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是4070的测试画面，这台车艰难的寸步往前推进。而这是 RTX A2000 的测试画面，转到都要快头晕了。旁边这可是一张 RTX 4070啊，这个差异大家应该就懂了。从成绩来看的话 ，RTX A2000 的分数是 RTX 3050 Ti 的15倍，即使是跟4070比，也达到了9.2倍的差距。不过也不全然是这样，最后的问题来了，创作无脑上 Quadro 对吗？也不完全是。像是比较吃 CPU 效能的软体，那绘图卡帮助相对就有限；或是比较大众的软体，肯定多少会为了 GeForce 系列游戏卡最佳化。那这些软体在 Quadro 上面的差距就不会被拉大。像是 Blender、Maya、SolidWorks 多少就跟 CPU 效能和CUDA 加速较为相关，驱动也有针对 GeForce 系列最佳化。那 RTX A2000 跟3050 Ti 的结果却非常接近。甚至我们手上的这台3050 Ti 的效能释放开满是有机会反超 Quadro 的，尤其3070、4070的规模差很多，差异会跟着拉大。整体来说，大家应该有看懂了，软体大概分为3类。第一类 ，Quadro、GeForce 都有最佳化，像是 Premiere Pro、After Effects 这类大众剪辑、影音编辑软体 ，NVIDIA 蛮早就把它切进 GeForce 里面了。像是 NVIDIA Studio 驱动也都会针对性的最佳化，那就根据预算选择即可，不用执意上绘图卡。第二类虽然都有最佳化，但明显更偏向 Quadro。那这种软体，如果你是拿来工作用的，那绘图卡还是可以帮你省下一些时间。那第3种就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帮游戏卡铺后路的软体，那就乖乖上绘图卡吧。总之，需要先搞懂你自己使用的软体究竟是需要 CPU 还是 GPU 效能。如果是吃 GPU， 再去看是否有针对 GeForce 最佳化，差异有多少，那就能买到最适合的卡啦。那游戏呢？游戏如果你是硬买绘图卡的话，那真的是买到撞到。说完了绘图卡的重点，接着来测一些基本的效能。首先是 Cinebench 223，i9-1290HX 在单核拿下了1823分，多核则是达到了18088分。相较起相同级距的 i9-1290H， 单核略低了一些，多核则是提升了18%。相较起第11代的 i9-1190H， 多核效能的提升则是达到了65%。第12代 Intel Core 处理器真的非常强啊！而在 GPU 上，虽然不是游戏定位，但我们还是简单测个 3D Mark TimeSpy。B6 Flip 拿下了6656分，大概比70瓦的 RTX 3050 Ti 高了10%，跟65瓦的 RTX 3060差不多。
而在散热设计上 ，Billow Flip 采用的是底部进气、后端两侧出风的设计。因为整体的 TDP 也只有135瓦左右，所以在散热硬体上采用的是3热导管搭配双风扇的设计。2组风扇的比例蛮大的，并且达到98片的扇叶。在3个出风口也都可以看到厚实的散热鳍片。同时，我们也实测这2组风扇在极速模式下全速运转，大约落在50分贝左右。以这个级距来说，噪音控制算是正常水准。此外，在买 ASUS 当中也有安静、标准、效能3档选择。我们这边也直接跑 SunnyMark TimeSpy 20人的测试，稳定性达到 97.2%。我们也实际测量机身温度，正面最高温度在机身出风口大约46度，整个操作区域的温度都控制在30度以内，整体的机身温度控制算是不错的。而在机体部分 ，Billow Flip 拥有4个 SODIMM 插槽，其中2个打开第一面就可以看到，另外2条则是在背面。我们手上的机器是直接插满了4条32GB 的 DDR5 4800 MHz 的记忆体，总共达到了128GB， 并且用的是 i9-12950HX VPort 处理器，也支援了 ECC 记忆体，可以降低记忆体出错的可能。储存空间部分，我们 Billow Flip 总共有2个 PCIe 4.0 的插槽，手上的这一台预插了一条美光的2TB PCIe 4.0 SSD。实测循序读写分别达到6483以及5000 MB/s， 速度非常快。而在软体支援上 ，Billow Flip 也有许多 ASUS 本来就有以及商业机种专属的软体。首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买 ASUS， 可以在这里快速调整电池充电上限，例如时常插着电就可以设定最高充满 60%， 保护电池，调整风扇设定、降噪麦克风模式等等。比较特别的是 AI Sense Camera， 透过设定可以进行光线修正、背景模糊、动作追踪、眼神校正等等。像是眼神校正开启之后，可以将眼神修正成看着萤幕，不会有线上开会结果眼睛看着旁边的感觉。最下面也可以调整 Function 的设定。此外 ，Billow Flip 还支援了 ASUS Expert Widget 这套软体。如果你有注意到，键盘有4个按键是有特殊的白色导光设计的，分别是数字1到4，而 Expert Widget 就是可以客制化这4个按键，只要按住 Function 加1到4就可以触发你设定的指令，像是开关 WiFi、蓝牙、变更电源模式等等。接着是 ASUS Business Manager， 这通常就是公司的网管设定的软体，像是可以限制 USB 接孔、DVD 仅能读取、锁定日期、注册等等。也有 System Backtrack， 可以快速还原到上一个重大操作的节点。最后一个蛮特别的，叫做买 ASUS in WinRE。简单来说，就是当你电脑有问题无法进入系统的时候，可以透过买 ASUS in WinRE， 也就是这个 Windows Recovery 里面的这个买 ASUS 检测功能进行硬体检测。在关机状态下，可以透过电源加 F12 的方式进入进阶启动。接着选择 WinRE。进来后就可以进行基本的硬体测试，并且在这个界面测试也可以排除系统或是其他软体不相容造成的异常。测试包括 SSD、风扇、萤幕、键盘、触控板等等。如果测试存在异常，系统也会直接跳出 QR code 让你快速报修。以企业端来说，这个 QR code 就可以在报修的同时，让华硕的工程师直接把需要的零件带出门，加快整个排除障碍的效率。而自动测试也对那些没有 IT 部门的中小企业来说也更加友善。续航力部分 ，Billow Flip 采用90瓦时的电池，在8年的续航力测试中，连续播放 Full HD 的 YouTube 影片1个小时，消耗了23%。而在 PCMark 10现代办公萤幕设定200尼特的电池续航力测试当中，最终拿下5小时3分，就是效能比电正常的表现。出门记得带颗轻便的 PD 会比较保险。充电部分，帮您实际使用原厂随附的240瓦充电器，充电30分钟达到47%，1个小时充满83%，完整充满耗时1个小时50分。最后的时间，我们一样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供大家参考啦。好啦，节目也来到了尾声，终于趁着这次的机会，带大家一窥专业绘图卡和一般游戏卡的差异，也是我自己蛮好奇会差多少的主题。最后我们还是聊回机器本身。
ExpertBook P6 Flip 本身就是一台顶级 CPU 加专业绘图卡，在周边规格、扩充性都给好给满的机器，可以4条记忆体插槽，还全部插满128GB。对一般玩家来说，真的就是极尽奢华的梦幻配置啊！针对企业端，除了机器本身有美国军规测试之外，华硕也有蛮多针对企业推出的服务，像是我觉得很赞的3年到付维修，就是针对商用取向的设计而配套的一台机器。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李子，最后的时间也提供外放测试供大家参考。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